隔夜飯會唔會比新鮮煮起嘅飯更健康？因為有抗性澱粉呢？今日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下咩係抗性澱粉啦，同埋6種吸收抗性澱粉嘅方法嘅。你會唔會考慮係將啲飯係攤凍佢，第二日隔夜再攞出嚟食呢？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同我分享啦！如果你中意呢個影片，或者你俾我 like， 我從未請你訂閱營養師媽媽頻道啊！我呢個頻道咧係介紹健康嘅食物同埋0至3嘅營養㗎，希望一家大細都食得健康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營養師媽媽 Priscilla。之前咧佢有條影片咧係講唔同種類嘅低糖飲食啦，當中咧都提到咧日本人嘅飲食咧係偏向高糖質嘅。咁咧有朋友咧就留言啦，就係話因為咧日本人咧食一啲嘅壽司飯咧都有一啲嘅抗性澱粉嘅，對日本人嘅健康咧都有幫助。咁我覺得呢個留言咧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咧分享下乜嘢係抗性澱粉嘅。除咗有啲人話壽司米啊咁可以有抗性澱粉之外咧，亦都有啲人咧係話要攤凍嗰啲飯咧先好食嘅。咁究竟有冇呢個需要呢？咁所以咧我就同大家今日分享6個方法咧去增加翻抗性澱粉嘅攝取嘅。抗性澱粉咧英文係 resistant starch， 咁你聽個名都知啦，其實佢係一種嘅澱粉質嚟嘅，不過咧身體咧就吸收唔到嘅。呢一種嘅澱粉質咧落到個身體嗰度咧係俾一啲嘅腸道嘅細菌咧去消化作為食物嘅，都會有啲嘅熱量嘅。咁不過咧比起平時澱粉質咧每克係4卡路里啦，抗性澱粉咧係每一克係大概2.5卡路里嘅啫。所以抗性嘅澱粉咧都會係有熱量嘅，咁只不過咧佢嗰個熱量咧就會比一般嘅澱粉質係低嘅。抗性澱粉咧係點樣嚟嘅咧？可以係天然嘅，譬如有唔同嘅食物啦，好似全穀類啊、燕麥啊，或者一啲嘅番薯啊、綠豆啊、豆類啊，其實都會有啦。亦都可以係人造嘅咧，就係加入喺唔同嘅食品裏邊啦。第三方面咧，都有機會咧係喺一個煮食嘅過程咧，某啲嘅食物咧，當佢係慢慢係冷凍嘅過程裏邊咧，就會咧係產生呢一啲嘅抗性嘅澱粉㗎。所以咧可以係天然嘅，咁亦都可以咧係因為你處理個食物個手法嘅時候咧，產生或者減少呢一啲嘅抗性澱粉嘅。抗性澱粉咧有4大好處嘅。第一，抗性澱粉咧係一種嘅 prebiotics 益生元嚟㗎。平時食咗啲抗性澱粉咧，落到個腸道嗰度咧，佢就可以做腸道益菌咧嘅食物啦。對呢啲益菌嘅生長啊、腸道環境啊，進而令我哋嘅身體啊、免疫力啊、腸道健康啊都會係好嘅。第二個好處咧就係有助個血糖嘅控制嘅，因為咧抗性澱粉雖然係一種澱粉質，但係咧身體係吸收得會比較慢一啲嘅，升糖指數都會係降低嘅，係好適合一啲咧希望控制血糖嘅朋友去食用嘅。第三方面咧就係抗性澱粉咧係有助體重控制嘅，因為咧抗性澱粉咧提供一種嘅飽感啦，咁同埋佢本身嗰個熱量咧就會比一般嘅澱粉質係低嘅。其實呢啲抗性澱粉咧身體咧係不被吸收嘅，我係由益菌消化咗就會釋放一啲嘅脂肪酸出嚟啦，咁嗰啲脂肪酸都會有啲嘅熱量，咁所以就會有少量嘅熱量嘅。凡真係提供抗性澱粉嘅食物咧，提供飽感咧，都會係比較高嘅。第四方面咧，有研究咧就係話呢啲抗性嘅澱粉咧，其實係有助控制膽固醇嘅。咁講到咁多好處，有冇壞處啊？最大嘅壞處咧就係如果你係攝取好多嘅，特別如果你唔係喺天然嘅食物嗰度攝取啦，譬如一啲人工做嘅抗性澱粉攝取，如果攝取過量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咧係製造腸道不適嘅，可能會覺得肚脹啊、有氣啊，平時腸道成日肚脹啊、有胃氣脹嘅朋友嚟講咧，咁留意啦，呢啲抗性澱粉你可能咧就攝取唔好太過量啦。不過一般咧天然嘅食物嘅抗性澱粉咧嗰個份量咧都唔會話過量嘅。咁我就分享下6種實用嘅方法咧去吸收呢一啲嘅抗性嘅澱粉嘅。第一咧就係你可以咧將你平時煮嘅米飯咧攤凍咗，甚至隔夜先食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啱啱煮起嘅飯係好腍啊、滑啊，隔咗夜嘅飯咧就會變咗係硬啲噶啦。係因為咧原來煮咗嘅飯咧，當你喺一個攤凍佢嗰個過程裏邊咧，嗰啲嘅澱粉質咧就會自我重組嗰個化學構造，就變成抗性澱粉嘅。個別資料顯示咧，呢啲抗性澱粉咧係可以咧係去到澱粉質嘅20%嘅，嗰個份量咧都會係比較高嘅。所以有啲人咧就係話咧，日本人咧食嘅壽
壽司咧係因為咧做壽司嘅過程會攤涼咗壽司飯啦，咁咧之後咧再整壽司，咁所以咧幫助到日本人咧，譬如體型啊、健康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呢度咧順帶一提咧，就係嗰啲壽司飯可能會有部分嘅抗性澱粉，但係咧最緊要咧就係壽司本身咧用個米嘅量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咁過量㗎。咁所以咧我哋講到咧就係話食飯係咪應該攤涼佢啊，或者要食隔夜飯啊？大家可能咧減下呢個米飯嘅份量咧，控制血糖、控制熱量嗰個效果咧，都一定係會比呢一啲抗性澱粉係為高嘅。咁另外咧就係冇錯，你可以將一啲嘅飯啦隔夜先食啦，加熱嘅過程咧會有少許嘅抗性澱粉咧都會係流失，不過咧都會係比你食新鮮嘅飯咧就係多咗抗性澱粉嘅。屋企如果係食呢啲隔夜飯，都要留意翻，你要充分咁樣去加熱啦，咁就唔好增加呢個食物安全風險嘅。第二咧就係意粉類啊或者薯仔啊，亦都係可以攤涼咗去隔日再食嘅。咁呢啲咧係比平時咧一啲主婦啊，佢可能整定一啲食材喺度啊，好快咁去煮咧備餐嘅過程咧係可以應用呢一啲嘅原則嘅。又或者平時煮意粉啦，你就算你即食即煮嘅，最好攤一攤涼佢，嗰個冷河過冷河個過程裏邊咧就有機會咧增加咗嗰個抗性澱粉嘅產生嘅。第三方面咧就係可以做隔夜燕麥啦。燕麥咧本身都有天然嘅抗性澱粉噶啦，不過咧如果你係再做一啲嘅隔夜燕麥嘅時候咧，將一啲燕麥啦就浸泡過夜啦，等一啲中意嘅食材上去啦，佢喺呢個隔夜嘅過程裏邊咧，亦都會係產生更加多嘅抗性澱粉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做一啲嘅隔夜燕麥嘅話咧，可以去呢一條嘅影片，我之前係示範過俾大家參考嘅。咁第四方面啦，你可以食一啲咧冇咁熟嘅香蕉啊！大家咧有冇發現咧，未熟嘅香蕉咧同熟咗嘅香蕉咧，其實味道好唔一樣嘅。香蕉咧仲係青 BB 嘅時候咧，裏邊咧原來都有好多嘅抗性澱粉嘅喎。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咧，你可以咧啲香蕉唔好等到咁熟先食㗎。如果你等到熟晒啦，嗰啲嘅抗性澱粉咧就已經咧慢慢咧係變做一個正常嘅澱粉質㗎啦。咁呢個就好個人喜好啦。我自己咧就中意食一啲好熟嘅香蕉嘅。咁不過咧熟透又好或者生啲又好，都係有佢健康好處嘅。第五項咧，大家咧就可以多食一啲麥嘅粥啦。喺2010年咧，按照翻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咧呢一個嘅文獻裏邊咧有一篇文章咧就係講究竟中國人嘅飲食咧有邊啲係抗性澱粉嘅來源咧？研究咗咧中國裏邊咧6000個嘅實驗對象，咁咧就做嗰個飲食調查。佢哋嘅研究對象咧亦都包括有啲係住喺城市裏邊嘅人啦，或者係住喺啲鄉間嘅人嘅。佢哋嗰個每日平均嗰個攝取抗性澱粉份量都唔少嘅，都去到10幾克一日嘅。抗性澱粉嘅來源喺邊一度咧？就係嚟自咧一啲嘅穀物類啦。穀物類咧，特別如果你係全穀咧，都係一個天然抗性澱粉嘅來源。所以咧，點解我哋成日話食全麥類咧，其實係有低啲嘅 GI 咧，有抗性澱粉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除咗抗性澱粉，亦都會有纖維啦。咁佢哋食啲咩嘅全麥嘅穀類咧？通常都係啲全穀類製造出嚟嘅粥嚟嘅，包括咧紫米粥啦、蕎麥粥啦、高粱粥啦，同埋一啲嘅紅豆粥嘅。白米粥咧就一定係冇抗性澱粉㗎啦。另外咧就係如果佢哋食一啲嘅麵咧係一啲嘅番薯粉啊 （sweet potato starch） 做嘅話咧，咁嗰個嘅抗性澱粉咧，佢哋有做化驗咧，亦都係比較係高一啲嘅。另外咧就係粉絲啊 （mung bean starch noodle） 亦都係比較高一啲嘅。最後一個抗性澱粉嘅攝取方法咧，就係可以咧多啲係食豆啊，或者一啲根莖類啦。如果你煮一啲嘅飯啊，加啲紅豆落去啊，又或者你係煮粥啊，咁你加啲番薯落去啊，都係自然係會加咗一啲嘅抗性澱粉嘅。講到尾咧，大家咧係應該多攝取呢一啲嘅抗性澱粉嘅。不過咧，我哋咧用一啲最天然、最合理嘅方式啦。最緊要咧就係唔好話因為要攝取咗多啲抗性澱粉咧，就食過量澱粉質嘅食物㗎。因為如果你太大碗飯，即使你隔咗夜，咁你有抗性澱粉啦，但係都抵消唔到咧咁大碗飯對你血糖同埋對你嗰個熱量嗰個影響㗎。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如果你想下載一啲降三高或者超級食物嘅健康餐單嘅話咧，歡迎你去下邊說明文嘅連結嗰度下載啊！多謝大家收睇，拜拜。
你想唔想安坐家中就有註冊營養師助你達到你嘅健康目標？港營聚在線營養諮詢為海外同香港嘅人士提供方便、彈性同埋省時嘅營養服務。線上嘅服務係包括 messaging 嘅支援，會面前後同營養師有更緊密嘅溝通。馬上預約你嘅免費評估啦！